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故事会。上周五到现在，加密市场经历了一轮超级紧张的时刻，比特币一度跌破了59000。很多从来没有经历过加密熊市的新手，这一次彻底的给吓傻了。我看到有人留言说，这亏钱的速度也太快了。我是在比特币8万的时候抄底，结果呢，现在又下跌了30%以上。还有人更直接，投进去10万块钱，短短的几个月只剩下5万了。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那么比特币接下来到底会怎么样呢？我也不知道，也没有人真的知道。但今天呢，我觉得在熊市里面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说明天的价格是上涨还是下跌，而是在现在这样坏的宏观的背景下，还有谁在裸泳？谁的钱是借来的？谁的信仰其实是靠杠杆撑起来的？你可能听出来我在说谁了 ，Strategy， 也就是 Michael Saylor 的那家公司。这几天呢，市场最紧张的地方不只是比特币跌破6万，还有 Strategy 的这台机器，它开始被所有的人重新给审视。它的优先股 STRC 从100美元的面值跌到了70多美元，它的股票从195跌到了82块。更关键的是，它的 MNAV 已经跌到了1以下。什么意思呢？就是市场已经开始怀疑这家公司手里的比特币还值不值得给它溢价，甚至有人开始问 Strategy 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三箭资本，会不会有一天它也会被迫的大规模的卖币，然后呢把整个市场给炸飞。说实话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个问题如果你从 K 线里边你是肯定看不出来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回到4年之前，回到上一轮的加密熊市里边，看看那颗最经典的雷三箭资本是怎么爆掉的。因为当年三箭资本爆掉的时候，市场才真正明白一件事儿：牛市里边大家看到的是信仰，熊市里边呢大家看到的是负债。这一切呢，我们得从4年前的新加坡，从一栋写字楼里边说起。那也是一个这样让所有的人都在恐慌的一个夏天。几个律师敲开了一间办公室的门，门呢是虚掩着的，里面没有人，电脑还开着，屏幕的光一闪一闪的，地上呢堆着一摞没有拆开的信，信是从门缝底下一封一封的塞进来的。最上面那几封呢是法院的传票。这间办公室的主人曾经管理过30亿美元，就在几个月之前，他是整个加密世界里边被所有人叫做一哥的人，而现在呢，人不见了。律师们站在那间空的房子里边，大概也在想同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聊的，一个比我们所有人都懂市场的人，为什么会输得比我们所有人都惨？这个人呢，叫做朱硕，英文名字宿朱，三箭资本 Three Arrow Capital 的创始人。今天的这个故事呢，不是讲他怎么亏钱的，而是讲当一个人赢了太久久到他真的相信自己再也不会输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而这件事呢，跟今天紧盯着账户瑟瑟发抖的你和我的关系，比你想象的要近得多。很多人一听到三箭资本呢，第一反应是又是一个割韭菜的。但你要是真去翻它的背景，你会发现它真的是很强，而且强得很早。1987年的4月，朱硕出生在中国，6岁呢，随家里边人移居到了美国，然后呢，是一条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的路。安多佛的菲利普斯学院，全美最贵、最难进的私立高中之一。布什家族的2代人都是从这儿出来的。在这儿呢，朱硕认识了一个朋友，一个跟他一样心高气傲的年轻人，名字叫做 Kyle Davis。记住这个名字，这2个高中同学后面会一块爬到山顶，也会一起从山顶上摔下来。安多佛之后呢，朱硕去了哥伦比亚大学，读什么呢？数学。当你前面听到他能够进入布什总统曾经就读的顶级私校的时候，你可能会认为朱硕家里要么有钱，要么有背景，他呢也只不过是一个混子而已。那你就错了。你要知道，在哥伦比亚大学，他是拿着最高荣誉毕业的，
所以他本人不是一般的简单的聪明，而是那种看到一串混乱的数字，眼睛就会发光，就会自动的计算出结果的那种人。毕业之后呢，他就一头扎进了华尔街最硬核的一个角落，东京、瑞士信贷做衍生品，新加坡、香港、德意志银行。我特意在这里边强调一下这一段，因为这不是一个币圈喊单网红的简历，这是一个最正统的、最科班的交易员的简历。他熟悉的是这个市场里边最复杂的也最危险的那套东西，杠杆、套利、衍生品。普通人呢一听就会晕的那些词儿，是他每天吃饭的家伙。那你可能就要问了，一个这么聪明、这么正统的人，为什么不在投行待一辈子，拿着100万以上的年薪，娶妻生子，体体面面的过完他这一生？答案很简单，他不想只替别人交易，他想自己来开赌局。2012年，朱硕和 Kale 凑了大约100万美元，这笔钱呢是跟各自的父母借的。然后呢，他们开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名字叫做三箭资本 （Three Arrow Capital），简称 3AC。你猜他们一开始干什么呢？不是那种高大上的华尔街的金融产品，而是一件特别无聊但特别赚钱的事儿——套利。用大白话来讲，在全世界不同的市场之间，同一个东西价格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差别。比如说这边卖1.01块，那边呢卖1块钱。正常人看不上这1分钱，但朱硕他们呢用借来的钱把这1分钱放大1000倍，放大10000倍，一笔一笔的把这个价差赚到自己的口袋里边。Kale 后来回忆说，刚开始的那2个月，他们就把本金翻了1倍。你体会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2个20岁才出头的年轻人，靠着一点点的在华尔街累积的经验和一股狠劲儿，在全世界的市场的夹缝里边抢钱，而且抢1次成功1次，抢2次成功2次。这种逍遥的日子呢，他们过了好几年，一直到2017年的前后，传统市场里的套利空间开始越来越窄。他们过去赖以赚钱的那些缝隙呢，被更多的人发现，被银行给收紧了，也被市场一点一点的给抹平了。于是呢，这2个一路赢过来的年轻人第一次开始认真的思考，去寻找一个新的方向。结果他们看到了一个波动更大、规则更宽松、机会也更疯狂的市场——比特币加密市场。我们在这儿先停1秒钟，因为在这儿我们要先记住朱硕这个时候的一个状态。他不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新人，他是数学的背景，华尔街交易员出身，靠套利赢过很多年的人。这一点呢特别重要，因为这个故事真正的种子从来不是他不够聪明，恰恰相反，是他太聪明了，而且赢得太久了。一个人如果一直赢，心里边呢就会慢慢的产生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一开始会很小很轻，你甚至感觉不到它，但它呢会慢慢的长大，大到最后把他的风控、敬畏，把他对市场的恐惧一点一点的给吃掉。这个念头呢，就是我不会输。2018年，三箭资本正式杀进了加密市场，但真正让朱硕封神的，不是说哪一笔交易，而是他说的一个词儿，一个在2021年牛市里边让无数的人热血沸腾的词儿，也是这个词儿后来把它一步一步的给推向了悬崖边上。这个词儿叫做超级周期 Super Cycle。 我们先讲一点背景，你才知道这个词儿到底有多大胆。在币圈呢，有一条几乎是铁律的东西，叫做4年的周期，意思是比特币每涨个几年，就一定会迎来一场非常惨烈的下跌。牛市之后必有寒冬，这是过去的10几年当中一次又一次用无数人的暴雷验证过的一个规律。所以真正经历过周期的人都会知道，涨得最疯狂的时候要给自己留一手，要给自己准备过冬的棉袄。但是2021年站在牛市山顶上的朱硕说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他说这一次可能真的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华尔街的大机构进来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把比特币放进资产负债表。这一次进来的钱不再只是散户的短线炒作的钱，而是更大、更长也更有耐心的钱。所以过去那个涨几年就会崩一次，再冬眠几年的4年周期可能要失效了。这个就是他口中的超级周期。
你可以去想一想这句话对一个在牛市里边已经赚疯了的一个散户来讲，杀伤力到底有多大？它等于在你的耳边在说，不要怕，别卖，拿住了。那些劝你落袋为安的都是没有格局的胆小鬼。这一次呢，我们要一块儿干一笔大的。而说这话的人呢，是朱硕，是那个美国名校背景出身，华尔街交易员出身，一路从传统市场赢到加密市场的人，是那个管理着几十亿美元抢钱从来没有失过手的人。他现在站在最高的地方，对着所有的人在喊，这一次不一样。于是呢，很多人信了。最关键的是他自己也信了。讲到这儿呢，你可能觉得这不就是一个很乐观的市场判断吗？牛市里边谁还没有说过几句大话？但问题是，对普通人来说，超级周期可能只是一个口号，可是对朱硕来讲，它不仅仅是口号，它是一个命令。你顺着想一遍就明白了。如果他真的相信不会再有熊市，价格只会上涨，那他留着现金干什么呢？那他做风险对冲干什么呢？那他不把杠杆给他加到最满，不就是在白白的浪费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吗？也就是说，这次不一样这个念头不只是嘴上说说，他在背后悄悄地指挥着朱硕，把他这些年攒下来的所有用来保命的钱一块一块的全都放在了赌桌上，把杠杆一格一格的给推到了底。老的股民呢，肯定都听说过巴菲特的那句话，只有当潮水退去的时候，你才会知道是谁在裸泳。2021年的朱硕是那个在浪头最高笑得最大声的人，但没有人知道，也包括他自己，水面之下他呢其实啥都没穿。而这个时候的潮水已经悄悄地涨到最高点了，下一秒就要开始退潮了。2022年的5月，潮水退去的第一秒，来自一个谁都没有防备的地方，不是比特币，而是一个当时被无数的人捧上神坛的项目 Luna， 还有他的一个兄弟叫做 UST 的稳定币。这个项目呢，我们在节目里边已经讲过很多次了，这里边我简单的再给它重复一遍。UST 号称是永远不会出事的稳定币，它跟所有人承诺一个 UST 永远等于1美元，但它的背后呢，其实只是一套复杂的算法在撑着这个承诺。只要大家相信它稳，它就稳。可一旦大家开始不信，它就变成了一场挤兑。当时无数的人相信了，朱硕也相信了，而且他不是随便的相信，他往这个项目里面砸了大约2亿美元。那你可能会问，一个号称稳定币的东西怎么可能会突然就不稳了呢？我把那几天简单的给它还原一下。2022年的5月，那个一个 UST 等于1美元的平衡开始松动了，先是一个 UST 变成了9毛9。很多人说没事儿，这点波动很正常，等着它会自己弹回1块钱的，但它没有弹回去，9毛9变成9毛5，9毛5又变成了8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了，于是呢，大家开始一块儿来跑，你跑我也跑，我跑更多的人也跑。而一个靠信心维持的系统，最怕的就是所有的人同时不信，然后呢，它崩了，8毛、5毛、2毛，那个撑着它的算法彻底失灵了。UST 的兄弟 Luna 从80多美元一枚，在短短的几天之内跌到了不到1美分，几乎归零。朱硕呢，砸进去的那2个亿蒸发了，干干净净。你可能会想，亏了2个亿，对一个掌管着几十亿美元的基金来讲，疼肯定是有点疼，但应该死不了吧？如果只是这2亿，那么你说的对，但真正要命的不是这2亿本身，而是这2亿亏掉的那一瞬间，市场第一次开始问：等一下，朱硕到底还有多少钱？三箭资本到底借了多少钱？三箭到底还有多少仓位是靠别人看不见的这个杠杆给撑起来的？也就是说 Luna 它不是最后的一击， Luna 更像是一束探照灯，它照亮了水面，也照亮水面底下那些以前没有人认真去看的东西。所有的人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了那个一直在大海里边游泳游得最好的人，他们想看清楚一件事儿：朱硕，你到底有没有穿你的底裤？
接下来的这一段呢，是整个故事里边最核心的一部分，因为你听懂了这一段，你就真正听懂了为什么杠杆这两个字儿在今天的这种加密行情里边值得你发自内心的害怕。我们先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朱硕管理着几十亿美元，这几十亿全都是他自己的钱吗？不是，差得很远。他自己的钱其实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那剩下的几十亿从哪儿来的呢？借的。朱硕几乎向整个币圈借了钱。我念几个名字，你可能听说过，甚至可能曾经把钱存进去过。Vayurgus、Celsius、Genesis， 这些呢都是当时非常火的加密借贷平台。他们手里边握着什么呢？不是凭空变出来的钱，而是成千上万个普通人存进去的币，存进去的血汗钱。你想象一个画面，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手里边握着几个比特币，他舍不得卖，又想让这些比特币帮他生一点的利息，于是呢，他把这个币存进了 Celsius， 平台跟他讲，放心，存在我这儿，每年给你几% 的利息，安全省心。他相信了，但他不知道的是，他存进去的这笔钱转了一手又一手，最后呢，被借给了一个他可能这辈子都没听说过名字的人，朱硕。讲到这儿呢，有一个细节最关键也最致命。朱硕借这么多钱的时候，他几乎没有任何的抵押。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我去银行借一个房贷，得拿房子作为抵押，得查信贷，得签一大堆的字儿。可朱硕呢，借几十个亿，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他这个人，靠的是我是朱硕，我是三箭资本，我懂周期，我管理着几十亿的美元，我过去抢钱从来没有失手过。这些平台就凭着对他这张脸的信任，把普通储户的血汗钱一分抵押都不要，哗哗的借给了他。所以在牛市里边，朱硕和这些平台之间靠的是一样东西在维系，信任。只要大家都相信他不会输，这个游戏他就能一直的转下去。平台把钱借给了三箭资本，三箭拿去赚更多的钱，赚了钱再把利息还给平台，平台再把一部分利息分给普通的储户。表面上看，所有人都在赚钱，所有人都很安全，所有人都岁月静好，但其实呢，所有的人都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给捆绑在了一块。但是 Luna 崩盘了，那2个亿没有了，信任裂了一道缝。那些借钱给他的平台突然同时意识到一个问题，等一下，三箭资本到底还剩多少钱？朱硕是不是要还不上钱了？于是呢，他们开始调查，开始要三箭资本补钱，开始要求三箭拿出更多的抵押品。这个动作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做追加保证金 Margin Call。 用大白话来讲，就是债主突然找上门跟你说，你借我的钱现在风险太大了，你必须马上补一笔钱进来，补不上我就把你的东西直接给卖掉抵债。最可怕的地方在于，来催债的不是一家，而是很多家，而且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一起来伸手。Vayurgus在催， Celsius 在催，朱硕坐在那儿，突然发现他根本就补不上这个窟窿，因为他的钱全压在那些已经暴跌的资产里边。 Luna 下跌了， GBTC 折价了， STETH 也出问题了，整个市场全都在下跌。他想卖，卖不出好价格；他想借，没有人敢借给他；他想拖呢，债主已经不愿意再等了。于是呢，最恐怖的循环开始了，他的仓位被一个一个的强制给卖掉，而他被迫卖出的东西呢，价格又往下砸，价格一砸又触发更多的追保，更多的追保逼他卖更多，这是一个没有刹车的循环，越卖越跌，越跌越被催，越被催越要卖，一圈一圈的往下沉，典型的死亡螺旋。朱硕呢，就在这个螺旋里边往下坠，而且没有任何的人能拉住他。压过他最后的一根稻草呢，来自 Vayurgus。 在2022年的6月，Vayurgus 给三箭发了一纸通知，你欠我们的6亿多美元到期了，必须还钱。三箭呢，还不上。2022年的7月初，这个曾经管理着几十亿美元的庞然大物三箭资本进入了破产清算。我们倒回去看一眼时间，从 Luna 的崩盘到三箭的倒下，中间隔了多久呢？只有
短短的几个星期，而最核心的崩塌就是那么几天，潮水退去，所有的债主同时伸手的那几天。这个名校毕业、华尔街背景的抢钱从来没有失过手的人，在那几天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故事到这儿呢还没有完，接下来发生的事比破产本身还要梦幻。我们回到开头的那间空荡荡的办公室，还记得开头那个画面吗？新加坡那间虚掩着门的办公室，电脑还在亮着，地上堆着一堆没有拆开的信。现在呢，可以告诉你那是怎么回事了。三箭资本破产之后，需要有人过来收拾烂摊子，这些人呢叫做清算人，他们的活是找到三箭还剩下多少钱，能追回多少就追回多少，然后呢尽量的把钱还给债主，还给那些被卷进去的人。可他们一上来就撞上了一个非常荒唐的问题，人找不到了。朱硕和他的老搭档 Kyle Davis 消失了。新加坡的办公室人去楼空，清算人后来在法庭的文件里边是这么描述那个场景的：屋子里边只剩下几台没有人用的电脑，屏幕还亮着，寄给三箭的信从门缝底下一封一封的塞进来，堆在地上，没有一封是被打开的。那他们到哪儿去了呢？没有人知道。后来才传出来，他们其实是躲了起来，理由是收到了死亡威胁。这个理由呢，也不能不说完全没有背景。Luna 崩盘之后，太多的人血本无归了。那段时间，很多相关的人物都受到了威胁。可问题是，不管你有没有危险，清算程序还得继续，债主还在等着钱，法院还在等你配合，清算人还得找到你。于是呢，整个加密历史上最荒诞的一幕出现了：清算人找不到人，法律文件送不到手上，怎么办呢？他们打开了推特，找到了朱硕的账号，艾特了他，然后呢，把那张法院的传票的图片当成一条普普通通的推文给他发了出去，因为这是全世界唯一能够确定他一定会看到的地方。那后来怎么样了呢？2023年的9月，朱硕在新加坡的樟宜机场正准备出境的时候被抓住了，罪名是不配合清算调查，判了4个月。而他的搭档 Kyle 呢，直到今天仍然下落不明。但是有意思的是，普通人会认为，一个人如果把这么大的基金给做爆了，让这么多的债主和储户血本无归，甚至自己还坐了牢，出来之后呢，这个人肯定会消失，会忏悔，从此退出这个圈子。但 no， 朱硕他不是普通人，他没有消失，他又回来了，而且回来的非常快。更魔幻的是，他和 Kyle Davis 还曾想过一个新的主意，他们想搞一个新的交易所，专门让那些在 FTX 里边爆雷、血本无归的受害者把手里的索赔单拿到他这儿来交易，把受害者这3个字直接做成了一门生意。从商业的角度去看，这可能有它的逻辑，但你从情绪上看，这件事儿非常刺眼。因为提出这个想法的人，正是上一轮加密破产潮里边最核心的爆雷的人物之一，一个刚刚把三箭资本搞到清算的人，转身出来就说，我现在要帮破产的受害者交易他们的索赔权。你说这是一种创新也好，一种厚脸皮也好，但这个人的这种做法的确挺不可思议的。这还没完，2024年底，市面上还冒出来一个借三箭资本招魂的命币，名字呢就叫做三箭资本。这个名字本来应该是上一轮加密崩盘里边最让人讨厌的招牌之一，但到了命币赌场的里边，它又被重新包装，重新拿出来炒。朱硕呢也在推特上、X 上参与互动，继续出现在加密世界的流量中心。我每次讲到这儿呢，心里都特别复杂。朱硕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今天你仍然在 X 上可以看到他的大量的活动。你说他脸皮厚也好，你说他百折不挠也好，但有一件事儿是很残酷的，那些因为他而血本无归的人没有第二次机会，可朱硕呢，好像总有新的机会。好的，朱硕的故事呢就讲完了。现在我们回到今天，2026年的6月28号，比特币跌破了6万美元，市场又一次进入了那种所有的人都盯着账户发抖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觉得与其问会不会反弹，不如先问自己一句：如果潮水退去，我身上有没有杠杆？我是不是也在裸泳？我能不能撑到下一次涨潮？然后呢，再问市场一句：现在这个市场里边还有没有人在裸泳？还有没有人用借来的钱压住一个会暴涨暴跌的资产？还有没有人是靠融资、靠杠杆、靠市场不断的去相应的才撑起来的？开场的时候呢，我们提到了 Strategy， 也就是 Saylor 的那家公司。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市场一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只是看比特币，而去看 Strategy， 看它的股票，看它的优先股，它的 MNAV， 看它还能不能融资，看它会不会有一天从永不卖币变成不得不卖币。因为三箭资本的故事告诉我们，牛市里边大家看的是信仰，熊市里边呢看的是你的资产负债表。朱硕当年最可怕的地方，不是他看多加密，而他用借来的钱把自己的信仰放大到了他自己也扛不住的程度。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 Strategy 也在用融资、用杠杆去买比特币的时候，自然而然会冒出一个问题：它会不会是下一个三箭？但这里呢，我也不会想简单的下结论，因为 Strategy 确实不是三箭，三箭是黑箱的基金。Strategy 是上市的公司，三箭的很多钱来自于加密借贷机构的信用贷款。Strategy 的融资更多的是公开市场里边的股票、债券还有优先股。三箭怕的是债主同时向他伸手，要求他还钱，而 Strategy 真正怕的可能不是同一种死法。所以问题就变得更加有意思了。Strategy 到底是另外一个朱硕，还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金融结构？它到底有没有雷？如果有，这颗雷不是埋在爆仓的线里边，那它会是埋在哪里呢？是优先股、分红压力，还是说 MNAV 跌破1之后的融资能力，还是说市场有一天不再愿意给 Saylor 的比特币信仰继续买单？下期呢，我们就拆开 Strategy 的账本，一层一层的去看，看看它和三箭资本到底哪里像，哪里不像，也看看清楚，如果它真的有雷，那颗雷到底藏在了哪儿？好的，如果今天的这期呢，让你对手里的仓位多了一分清醒，也对杠杆这2个字儿多了一点敬畏，欢迎点赞、订阅加密星球，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知华群众自治社，入口就在外网频道主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再见。